人类有没有能力在太空上建造一个基地？因为圣经里有一句话说的是建在沙子上的大厦，不管看着多么宏伟结实，最后都会被风雨侵蚀，变成倒塌的结局。那这个道理换到地球的环境上，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一次火山大爆发，或者一颗小行星的撞击，哪怕是一场核战争，都可以瞬间的就摧毁我们生活的星球。那在之前的视频里也说过发生核战争之后，人类的文明可能会被抹掉。所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只有一个对策，那就是在地球之外找到一个可以生存的地方。大家好，今天聊如果人类真的建造了太空基地，它会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那其实这个设想主要是为了防止地球上可能会发生灭绝文明的灾难，让我们可以在其他的星球上继续的繁衍下去。因为在很早之前，人类就想过搬到月球、火星或者水星上，因为这三个星球的距离跟环境要比木星跟土星更适合生存。其实从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到一些科幻作品里，就经常的会把月球或者火星当成是人类的第二家园。那到目前为止，从理论上来说，登陆火星或者月球的计划已经非常的成熟了。但是相比在这些星球上建造基地来说，在太空建造一个城市的好处可能会更多。那首先，行星和卫星因为自转的原因，一定会出现昼夜交替的情况，也就是说，到了晚上没有办法再利用太阳能获取资源了。那尤其是在月球上，经常都会出现连续2周的夜晚，那这对我们的生存来说会是很大的问题。但如果直接在太空上建造一个城市就不一样了，因为空间站它可以24小时的对着太阳。那其次，太空基地更加的自由。想一下，在行星或者卫星上，每一次想离开都必须用到火箭，对吧？那这个就非常的消耗能量和占用载重空间。而在太空基地上就完全不需要这样了，因为它的重力基本上是可以忽略的。所以一个可以移动的城市，不管是在能源利用上还是观察地球的角度，都有非常大的优势。但这种重力上的差异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就拿地球上的生物来说，他们在有重力的条件下生活，那如果一下就换到了微重力的环境中，就算是空间站上的宇航员，在每天接受训练的前提下，骨密度和肌肉量一样也会快速的丢失。甚至有些太空人在刚回到地球上的时候，连走路都没有办法。那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太空基地就需要建造一种通过旋转产生离心力的设备来模拟重力。那这个想法其实早在1929年就被提出过了。那其中最著名的方案叫做巴纳尔球形，它是一个巨大会旋转的球形空间站，直径差不多是500米。因为内部都是空心的所有人都可以生活在里面。而这个球体每分钟要旋转19次才能产生跟地球一样的重力。那虽然从赤道到极地区域产生的重力方向会不太一样，但这种结构的好处就是可以维持气密环境，减少防护壁的厚度，同时还可以有效的阻断宇宙辐射。那除了这个，还有很多不同的设计方案，比如欧尼尔圆体柱，它的直径差不多是8公里，总长度有32公里，每分钟呢可以旋转0.5次，那一样也可以模拟地球上的重力。而圆柱形的结构优点就是可以增加居住空间。那还有一种设计叫斯坦福环形，也就是一个环状的基地它的直径在1.8公里，每分钟可以旋转1次，同样也可以还原出地球上的重力。而斯坦福环形的设计还可以在没有旋转的无重力区域做一些飞船对接或者科学实验什么的那虽然这种设计对物资的需求很多，但它的优势也很多。而现在我们讲的这些设想都是在很多年之前就已经出现的了，那只是目前的人类还没有能力建造一个真正的太空城市。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国际空间站就算是一个接近太空城市的样子但它只能算是一个起点，因为所有的物资它还是需要从地球上供给，不能自给自足。所以按照人类现在的科技水平，太空殖民的想法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建造太空城市最大的障碍是怎么才能把地球上的材料给运送到太空上，甚至可以说用火箭把建材发射到太空的过程比建造一个空间站还贵。就拿现在单次的火箭发射来说，它只能运送140吨左右的物资，而一个国际空间站的建造差不多需要10年左右。一个太阳能的电池板长度就超过了100米，重力就在400吨左右。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可以先在月球上建造一个基地，
因为月球上的重力要比地球上小很多，再加上没有什么大气，就可以轻松的把物资运送到太空里。而我们在一些小行星上还发现了大量的金属资源，包括在月球上还发现了冰。那这些就代表我们可以在月球上开一个炼铁厂，再把冰融化成水，直接送到太空基地上。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让太空基地以后都不再需要从地球上获取食物跟水了，完全的实现自给自足，这才是人类在地球之外生活的基本条件之一。那包括在基地里也会分出居住区和耕种区，而产生的垃圾全部都是可以被回收再利用的，实现真正的循环。尤其是水，除了喝跟种地之外，还可以变成抵御太空辐射的屏障，等于在太空基地的外壳上用水做出一个防护罩。也就是说，只要太空基地的位置距离行星或者卫星足够的远，就可以一直利用太阳能发电来维持照明和循环系统，还可以完全的控制基地内部的天气。这就代表以后的世界里不会再有任何的自然灾害，甚至可以让一些暴富的人到太空上去旅游或者移民。那这些第一次上太空的人可以去体验一下什么叫微重力，因为这种只有在太空上才有的项目。而最重要的是，微重力的环境对科学研究是有很大好处的，比如能帮助蛋白质结晶的生长，而这些结晶对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就非常重要了。可能有一天，这些一直在太空上繁殖的人会把自己当成神一样的存在，覆盖整个地球。最后，太阳的寿命预计只有50亿年。那如果人类想要在太阳灭掉之后继续的生存下去，目前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只有一条：太空移民，或者进行其他行星移民。而地球的环境就会像建在沙子上的大厦一样，一定会因为灾难或者战争而倒塌。那如果你累了疲惫了，就休息一下，这是你生而为人的权利，并不丢人也不可耻。人生体验快乐第一。